释迦佛在人的角度去思考，在人的角度去修行，在人的身份去解脱的抉择，才能帮助同样也是人的众生。欢迎收听菩提麻瓜，我是小编阿若，我是林世敏林老师。OK， 佛他成佛了，到底他觉悟了什么东西？如果你问我的话，那真的是问倒我了。因为佛教有一句话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。释迦佛他的觉悟绝对不是三言两语能够去了解的。甚至于佛典里面有记载说，佛成佛的时候，为了要怎么样开口去跟众生宣扬佛法，他是伤透脑筋了。他自己也伤透脑筋，他觉得这种道理太深了。你想想看，佛教传到中国来，这个佛字呢，当时中国人哪懂得什么叫佛啊？中国人只知道仙呐，对，他们是修仙的，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佛。但他那个翻译就头大了，对不对？要让中国人了解就很难了。刹那这个本来中国也没有这个字啊，刹那啦、弹指啦，对不对？就没有了。所以释迦佛也在讲，哎呀，我要怎么样的跟他讲我所体会这些道理呢？这课纲要怎么想出来？刚刚讲到说呢，佛呢，当然他成佛的时候跟随他的人，所以那个5个比丘，那5个比丘其实呢，里面有释迦佛的舅舅啦，有没有？是这样吗？就是他的亲人亲近他的大臣啦，来保护他的啦。那当然顺理成章的，他先度的人，这就5个人。这5个人后来就跟随他出家了，所以呢，后来就是变成了一个最初的一个僧团，弘法的团体了。对，那么刚刚讲到的四圣谛，佛的初转法轮，在印度的鹿野苑，鹿野苑的地方就佛讲4个字，这4个字我刚刚讲说呢，很快就懂的，苦集灭道，辛苦的苦，集合的集，消灭的灭，道理的道。是，简单说一下，苦，释迦佛就感受了人生很多的苦恼烦恼，那才要出家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苦，这释迦佛提到，做一个人，做一个众生，都能感受到这烦恼痛苦。如果你没有感受到，那底下就不要听了。为什么？你不要学佛，你不需要了嘛，因为你开心了。对，你不需要去学道，你也不需要求解脱嘛。所以第一个苦，第二个集合的集，招来的意思。那么释迦佛去探讨，他先去发现人生有很多的苦恼，快乐有时候都是暂时表面的，然后他去探讨到苦的起因是怎么样，自己惹的急，居然这个很重要，自己惹的才不会去怪人家，自己惹的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，我们众生才会死心呐，才会努力啦，才不会越斗越细。如果都是你害的，你来帮我弄。像我们现在很多人去拜拜啊，佛，你帮我解除烦恼啊，你给我快乐。快乐不是给的，快乐是要学习的。快乐要学习的，不是人家给你的。痛苦烦恼不是人家把你拿掉就没了，你自己也要去学习的。所以这2个注意哦。人生很多痛苦，有没有觉悟？有，觉悟到人生有苦，所以不会快乐。怎么来的？自己去招来的。这急，那怎么样才会快乐？灭。如果这些苦把它灭掉，那该多好。我们生病的时候常讲，如果我这些病赶快没了，那不是好吗？灭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嘛，对不对？这个灭在佛教就是涅槃它的另外一个名称呢，灭就把这些痛苦都消灭啦，对不对？那就涅槃了。可是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呢，这些痛苦不会自己灭掉的，我们都晓得嘛。是，那怎么办？道就是路，方法，道路的路，你要走对的路，你不要去乱修。像我们现在很多人在学佛，或者学仙、学神、学道，无论你信哪一种宗教，如果你没有这样的觉悟，对不对？没有走在正确的道路，你走在了歪的、邪的，你那种觉悟叫邪觉，不是正觉。那么呢，道也是个方法，你方法用错了，永远不可能，你背道而驰了嘛，对不对？道也是一种，比如说药或是道理，
所以你要学对，向老师去学，你要学对的人。你今天学错了，那个老师根本不能跟你快乐啊！你要真正去判断，你要学佛，佛有什么值得我学的，这很重要。他如果肚子没有东西，你跟他学什么东西呢？你要先了解佛有什么值得我们学，所以我们要自己去看经，去看那个经典，去闻法，去找老师来探讨。如果你不了解的话，你根本不知道要学什么东西，你乱学一通了嘛。对，4个注意哦。这你看，注意这个就有2组的因果，痛苦是自己招来的，所以自己要解决。这没有问题吧？没有问题。再来，自己的快乐解脱那个灭，那种解脱快乐消除痛苦，要自己去学到，自己去走，自己找方法。道也是方法的意思，它不同的解释啊。没错。所以了解了这里啊，佛教整个来讲起来就是这4个字：苦集灭道。所有的痛苦自己招来的，所以自己要去学佛解决。如果把痛苦消灭了，我就快乐啦。那你就要用对方法，你要找出解决的方法出来。苦集灭道，佛教最基本的道理了。我们也可以这样讲，其实佛只讲这4个字，所有的佛经呢，其实佛以后都不要讲了，也无所谓了，就苦集灭道了。这4个字，如果再把它讲得细心一点，那就是所谓的8正道，可以变成了所谓的12因缘。这12因缘就是讲求众生生死轮回的前因后果。是啊，它是怎么来的？如果要解除这些痛苦，你该怎么办？这些在12因缘里面，但这些详细讲起来的话，我是希望我们听我们这个菩提麻瓜的，对，自己也比如说听到林老师讲说12因缘，对不对？或叫做12缘起，那你就从 Google 或是从 YouTube里面去找，再慢慢找12，你就可以，你稍微的，如果再有不懂的时候再留言，那时候我再来给大家更详细一点的解释。从那个简单讲讲无明啊、形式、名色、六入、触、受、爱、取、有、生、老死，刚好12项。麻瓜已经听不懂了。我的佛教精神与特色，关于这个我有做详细的一个解释，在我佛教的精神与特色，我的第1本佛学的书啦，大家可以拿来做参考。好，所以我简单讲一下，等于是说四圣谛就是扩充出去就是8正道，然后8正道再扩充出去12因缘。8正道是8条正确的路，再讲到那个道。讲到那个道是四圣谛的道。你现在讲的8正道就是四圣谛里面那个道的扩展出去，里面的大概一个大纲。其实道太多了，有形有无形的道，对不对？其实你如果有比较豁达的心胸，基督教的、回教的，对不对？还有我们这个道教的，任何一个宗教里面的道理，你都可以拿来做参考，来作为你的辅助。但是我反对所谓的3教合一、5教合一这样的说法。了解。我以前讲过了，就是我买的是 Toyota 的车，我不希望能用的裕隆的轮胎，我用到的是韩国现代的拼装车，都是拼装车，那我不喜欢。好，那我这边有个疑问是，因为佛教比如说现在手机很多 emoji 嘛，很多表情符号，基督教有基督教的表情符号，其实佛教的表情符号是一个法轮嘛？为什么佛教的那个用法轮第一次用法轮，跟为什么他第一次讲经的时候，佛陀第一次讲经的时候是讲初转法轮，那个法轮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你看那个车轮，是一个车轮，如果它不动的话，它是在原地，那个车子就原地不会动的。今天释迦佛他如果他自己了解，他就觉悟了，如果他不讲出来，别人都不知道，就好像那个车子的轮子一样，他如果停滞在那原地，那就不会能够运转到别的地方去。所以这个法轮呢，他就认为说，一个觉悟者要像那个轮子要能够滚动，他才能够传播到四方，到远方去。所以也有鼓励到我们做学佛的佛弟子们，大家要勇敢来推动法轮，
所以叫转，转法轮。其实转法轮就是弘扬佛法的意思。来转动这个法轮，法轮要让它动，它才能够运行到四面八方，那所有的众生才能够了解佛法的内容。像我们今天虽然说佛教已经传世2600年，但是有多少的人真正去了解到佛法呢？像佛法这么好的东西，被很多人去传不晓得他是故意把它传错的，把它传歪的，还是他真的顾虑到自己的名利，委屈到了释迦佛，辜负到释迦佛的一番的苦心这是非常可惜的。我是认为说，听到我们菩提麻瓜的人，真正跟佛有缘的人，认为自己也应该有一点小的责任，听到这么好的东西，应该把它传扬过去，所以就要转法轮。佛典里面是说，你吃到好的水果，记住要把那个种子再垫到土上去，让它继续再成长。同样的，我们现在讲到法轮，所以听到佛法，我林老师现在就在转那个法轮。你听到了，希望你也能够加把劲，一起转法轮，不要忘了去转那个法轮。OK， 那是你刚刚讲到初转法轮，但是后来接着有一个二转、三转了，对不对？那对什么？根据众生不同的根基，在不同的时段里面来加强，对不对？众生对于苦集灭道的认识，让他们能够真正的了解佛法，进一步的去实践佛法，能够去转动法轮。原来法轮就代表说，就是一直推动这个佛教的概念。可以简单说，我现在讲的就是给初学的人听的，很简单的概念。你简单扼要的，你先听懂了，里面的含义太多了。还有很多含义啦。每个法轮都可以写一本书了，法轮可以写一本书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四圣谛可以造就300个博士生四圣谛这4个字。哇！东西真多。就是因为太多了，我这个人比较喜欢简单扼要，所以我都把它浓缩，把它弄成用简单的白话就能讲得懂，这样人家也听得懂的了。对呀，这是我的托难。不过我也常常讲，简单也是一种不简单的事。是要这么浓缩这些精华，也是不简单的事。谢谢啦。释迦佛他是以人身成佛嘛？是。那人身成佛之后，那他那个时候他在成佛的讲经说法的时候，他明明他也是人的身体嘛？那他当下是人还是佛啊？当然，我跟你讲，佛典里面很简单，所有宇宙中的佛都要在人的世界里面成佛。你知道，在以佛教的观念里面，我们这个只是一个太阳系，对不对？佛教动不动就讲到3000大千世界，这大概有100亿个太阳系了。哇哦！一个佛的教化的地区了，一个佛教化地区就是我们这个3000大千世界，叫做一个娑婆世界了，是，又叫做佛世界。可是宇宙里面呢，有多少的3000大千世界呢？我曾经做一个比喻了，你现在闭着眼睛一想象，开始想噔哒哒哒哒哒，一个哒就是一个3000大千世界，然后哒哒哒哒到你想到头痛了，先停一下，对不对？不是就结束了？那这里面有几千万亿数不清的，对不对？然后从那一点再想，一直想到你死了，都还没有想完。然后这个还不行呢，佛教的比喻不是这样，把这些你所想的又把它浓缩成为一点，你现在想的几千万亿点又浓缩成为一点，
又搞在那里，然后又从头开始想。你从这里就了解到了宇宙的浩瀚，宇宙的浩瀚无边呢。所以为什么所有的佛都要在人间成佛呢？这很有趣的问题。因为只有佛他是人生来成佛，他才知道同为人类他们的痛苦，同样是人才知道人的弱点在哪里，人的烦恼在哪里，人为什么不堪一击，人为什么呢没有办法接受很多的考验，为什么会起贪心，为什么会起那种呢种种坏的心眼儿，这些东西只有人站在人的角度，释迦佛在人的角度去思考，在人的角度去修行，在人的身份去解脱的抉择，才能帮助同样也是人的众生。而且宇宙的众生太多了，蚂蚁都是狗狗都是只有人才能成佛。是因为有些的脑筋不够聪明，有些福报不够，天天为了觅食，有没有随时接受逼害，那么怎么样？如何去修行？如何成佛呢？对不对？所以佛，我这样讲，我爱释迦佛，就是人，一个人出家修行学道成佛，以人来讲经说法，是讲给人听的。是，至于别的世界，自然就有别的菩萨、别的佛去讲经说法，给那不同的世界的人听的。像鬼道，我没有办法去度他们，因为我不懂得鬼所说的话。可是就有像地藏王有没有很多那个菩萨跟佛，他们会讲给他们听。我的意思讲，佛教徒只管人的事，对，佛教徒不要管太多，想要去超度那个鬼道。盂兰盆现在7月，对不对？对啊。盂兰就是呢，7月15什么鬼节什么的，跟佛教完全都没有关系。对不对？佛教是天天都好，天天都好日子，天天都是好地方了解到这里的话，你就知道了。就说呢，释迦佛是人，因为他是人，我们才能够学得到，我们才能够走在他后面，才能够赶得上他。如果他是仙，他一跳就跳108000里了，你怎么去追？你永远学不成，对不对？而且佛有耐心，对不对？讲经说法40多年，在这个世界到了80岁，我今年80岁了，佛到80岁还在恒河两岸奔波行走，在度化众生。那如果说，因为释迦佛他讲经40年嘛，成佛都讲经40年，那他最后还是肉身消亡死去了。那请问释迦佛现在还存在吗？他成佛了，然后呢 ？OK， 原始佛教了是佛死了以后都不讲了。不讲了，是说不讲他，不谈他死后的东西吗？你想看？我们来讲，我今天学的佛，就学他在地球上这些日子他怎么过的，能够到80岁还托钵过生活，是还在等待他最后一个弟子，他度化他认为跟他有缘，等他度了他以后，他才成佛。所以我们晓得了。我以前在我们这个节目里面提到一点，是众生很怕死，其实死是最不可怕的。我举个例子，我穿过5次的，我现在算一算，原来我穿过5次的大肠镜。每一次大肠镜我都是25分钟的麻醉。我第3次醒来的时候，我突然发现说，干嘛醒来啊？不要醒来了多好。哎呀，真的，你不需要醒来了。就是以后你没有醒来的事情，你根本记不得了，对不对？那你何必害怕呢？那人的烦恼都什么时候？醒着的时候。醒着的时候。所以我们现在跟佛来学佛他每天是怎么样过日子的，他这一生是怎么过的，这一生太长了吧。他每一天是怎么过的。每一天呢只有过好每一天，只要你能过好每一天，你就能过2天，就能过3天、4天、1个礼拜，
知道这个礼拜怎么样好好的过的，就能过每一个礼拜。今年一个礼拜50几个礼拜嘛，一年里面有50几个星期，你自然就能过好一年，一年都能好好的过了。明年你就照着这样过吧，这点很重要了。很多人常讲，哎呦，佛死了去哪里？他什么地方都没有去啊。那他还在吗？那你去问他呀，你问我干什么？我认为佛去哪里都不是我关心的，我根本不在乎，因为我要学的是佛每一天怎么过。如果把它缩小，他每一秒钟怎么过的？有的人连1分钟都难挨。为什么？失恋，我这一生失恋过，失恋的时候每1分钟都难挨，是真的。所以把它弄小，起心动念怎么样去克制？起心动念那一刹那一刹那要怎么样去把握，去坚持，去改善，去把它净化。佛教教你这些东西，退到一刹那一刹那，对不对？如果把它扩张的话，一直百千万劫了。我们不怕生命有来生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今生懂得怎么样去过日子，怎么样来过生活，我懂得过这一生。佛教讲因果嘛，今生的快乐的因就会带来来世以后快乐的果。你知道我意思吗？只要我做好今天很好，我懂得怎么样过日子，我知道我明天一定是过得非常快乐。我来这边20年，来屏东，天天快乐过生活，真的天天快乐过生活，怎么样？因为要先从一秒钟一秒钟，一刹那一刹那，一个念头一个念头中间，慢慢的怎么去把它净化自己的思维，怎么去净化自己的思考，然后慢慢推，一天能过好就2天，2天就1个礼拜的，1个礼拜就1个月，1个月到最后1年，1年以后天天一直快乐活到80岁80岁有快乐啊，因为不怕死才会快乐，天天怕死会快乐吗？对不对？所以我只看到了释迦牟尼佛的身，他这一生的话在恒河两岸，对不对？奔波度化众生，讲经说法不停息，不停息的。他的博爱，他的慈爱的心永远没有断歇的时候。像这样的人，我们要知道怎么样去学习释迦佛你管他去到哪里对不对？他去哪里你去得了吗？你也看不到，你也摸不着，了解。你只能知道他在世间的这些偶尔书上还有记录，变成一个概念，他讲的东西。OK， 我讲过了，今天佛典里面讲的东西没有一个地方违反到今天科学的。OK， 怎么样好的一个圣人，这么好的一个抉择，要懂得怎么样去学啊，学错了对自己一点帮助都没有。听起来释迦牟尼佛好像变成一个概念的存在。不是，释迦牟尼是活生生的人。OK， 那个活生生的人才能讲苦集灭道，要不然干嘛要去追求灭？为什么要去行道呢？为什么需要有道？有道才有灭，要注意哦，有道才有灭，有集才有苦。所以有没有断那个集？自己少作恶，那个集是自己招来的嘛。自己如果不急，就不会有苦了。同样，自己要好好的过快乐的生活，那个就是道。过快乐的生活，走在正确的道路上，那叫道。有道才能有一天有灭。灭自己晓得哦。像我们来学佛以后，烦恼越来越少，快乐越来越多。你管他说呢，以后我死后去哪里去哪里都是快乐的。如果生命有下一世，去哪里都是快乐的。好，那我们这一集差不多了。对，差不多了。那我们做个结尾。那这一集讲了很多关于释迦牟尼佛的一生啊，还有就是对他的一生，我们做各种的解释。那就像前面有讲到法轮一样，就是希望大家有听到我们这个老师现在在讲佛法，那是在推动这个法轮。如果大家认为他不错，也帮忙推一下法轮吧。如果觉得佛教就老师讲解的非常不错呀，或是这个
我们这个节目非常不错的话，也帮忙推一下这个法轮，然后也请大家就多多留言，有任何疑问的话都可以留言，然后也请大家多多分享这个节目，感恩对，感恩不尽。好，那我们就这一集就讲到这里，那我们下一集再见。再见，谢谢。好，谢谢，拜拜。修行如雪山，望族学内。